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宏陆委员、林珍羽议员、赖士葆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洪孟凯委员。好哇，看起来真假的，真的好像是真的了哈。川普发文说跟伊朗和平协议完成了，而且过去的总统都失败了，只有我最厉害。川普常是讲，其他都是笨蛋，就是我好哦。荷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通行，原来就是免费开放通行的嘛。他打这一仗才搞得这个要收费嘛，哈，也不是要收费了，就是要不准要通行哈。所以现在有14点备忘录哦。第一个呢，永久停火，当然永久就是不可能永久的，反正就是这个就算停火吧。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美国海上封锁也解除，这个。伊朗的控制也解除，因为它有很多水雷，还要清除雷啊等等这个。美军撤出伊朗，另外呢，美国及盟友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3000亿美元很多钱了。当然你也可以讲说，重建的时候它也可能会赚钱了哈，但是至少呢，这个3000亿啊。另外呢，终止能源制裁，而且呢，重申伊朗绝不制造核子武器啊。另外呢，美国承诺不在这个地区增加军队。而且呢，不祭出新的制裁啊。那另外呢，伊朗也说跟美国达成协议，各战线立即停火，不是只有一个战线，好几个战线。那另外呢，他们也有一个停战备忘录，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证实，因为伊朗说里面好几个派啊，有比较这个温和派，有那种强硬派哈。那为什么撑到跨夜呢？因为伊朗不想在川普生日那天把这个停战变成他的生日礼物。川普6月14号生日，双子座，哦，所以呢，撑到生日过了，到了半夜凌晨才公布和平协议，啊，就是不想在生日给他做一个生日礼物。那川普呢，接受采访说，大大的赞美习近平跟普丁，而且呢，骂这个尼坦雅胡以色列总理难搞，说他差一点搞垮了美伊协议，哦，而且以色列应该非常感谢我们。因为如果伊朗有核武器，以色列在2个小时之内就毁了，可能撑不到。当然，如果用核武器炸它，当然撑不到太久了。而且呢，川普警告以色列跟黎巴嫩政治党都要停火。哦，以色列还在轰炸黎巴嫩嘛？哦，说呢，你也要停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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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呢，这个就是说19号他们要在瑞士签署协议。哦，因为川普之前曾经讲说，签署我一定要在场，这么伟大的事情。签署这么伟大的协议，我这么伟大的总统能够不在这个伟大的现场吗？所以川普本来要去，后来又说，哎，算了，用那个视讯就好了。因为呢，川普要去参加 G7， 然后呢，如果说副总统去签协议，副总统去，川普要去，美国中空了。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副总统不能够这个同时不在美国，同时美国总统、副总统照理讲也不能同时在出现一个场合，怕被暗杀以后，美国总统、副总统都挂了啊。那范正说我会去，但是川普也可能到场。哦，川普哇，他已经说这个历任总统都没有达到成就，所以他可能去啊。另外呢，欧洲4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声说呢，这个准备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哦，主要去清这个水雷了，因为他们自己很多船在里面，所以讲实话，这些国家都没用了。哦，事先你什么也做不了。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你才说哦，欢迎，我们去这个会搞后续的这个工作哈。那另外呢，这个美国要收回说，如果伊朗没有签这个协议，美国要收区域的守护费。我美国这个5万军队在中东啊，我干嘛花那么多钱？你们这些国家都交保护费给我。那现在到底呢，核是怎样了？暂停是美国要暂停20年了，那可能接受15年了。当时伊朗说5年了，美国说25年了。我说最后记得吗？我在本节目有讲过。最后可能5加20除2 12.5年，所以我当时讲那12.5年有个半嘛，所以大概是15年。我当时就这样讲，12.5到15年，现在很可能15年达成这个，扯了半天，会回到当时我们的原点。我讲说，哎呀，就15年了，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大家加除2就是了。那《金融时报》说，川普输到脱裤子，哦，不仅只有止血没有疗伤，伊朗的筹码不减反增。他又答应解冻他海外的250亿美金的一半，一谈就要先解冻伊朗的这个250亿美金的一半，同时要增加3000亿去投资复建哦，去重建哦。那所以呢，路透社说，虽然伊朗答应你，但是可能是一个持续
持续存在的威胁，本来就是嘛。伊朗这天高皇帝远，你川普2年就下台了，对新的总统什么政策也不知道，那伊朗会怎么办？他那个领导人一直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是不是真正管住他？什么永久和平、永久停战，我觉得都是胡扯啦。我们看一下。国际头条，美伊终于达成终战协议。剧中穿梭的巴基斯坦总理发文，经过密集谈判后，很高兴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将立即结束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而正式的签署协议将在6月19日瑞士举行。随后，川普也发文，已经完成与伊朗的协议，恭喜大家，免费开放荷姆兹海峡，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全球的船只动起来，让石油开始流动。而正确来说，荷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协议后重新开放。难得伊朗也公开同意川普声明，目前美伊进行谅解备忘录文本定稿，周五将在瑞士签署。美国副总统范斯说，川普也有可能现身。然而，协议条款美伊却有些微不同，尤其浓缩铀的处理和谈判要等签完备忘录再展开。还提到结束所有阵线，让以色列很不满，而且宣布达成协议的这天，以色列还在轰炸黎巴嫩。Israel's strike at Hezbollah targets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Beirut during the day. Sources have been telling me that that's really incensed and angered Iran. 虽然可能周五之前都有变化，英国首相、卡达首相都相继发文祝贺，期盼中东冲突真能就此落幕。来，孟凯怎么看？川普的永久会多久啊？这是大家也都在想的事情。但我要先讲是说，在这一个节骨眼里面，我记得上礼拜四的时候来少康战也是，我们还讲是说不知道到底会打多久，但没想到今天一早的新闻快报就讲是说达成和平协议了。那既然这个和平协议，我们就看几面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这是各取所需，台阶下了。而对于伊朗这边来讲，有几个部分大家特别看哦。第一，伊朗是讲是说承诺我不发展核子武器，但过去到现在，其实伊朗也是有讲过类似的话，但美国当时是不满意的，美国当时是要求是说伊朗你一定要交出相关的核原料。那现在有吗？其实这一段就没有再继续的讨论到。第二，伊朗当时有讲是说，如果说他们要谈和平协议的话，那必须要赔偿。可是现在不是用赔偿的字眼，可是美国是说要用所谓的重建基金。不管赔偿或是重建的话，那看起来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资金。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全世界大家就希望是这个海峡重新开放。所以只要海峡能够重新开放的话，那至少相关的争议以及全世界的影响就会大幅的下降。也因此，今天早上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国际原油的价格马上下跌了3%到4%左右。好。美国既然在川普总统的这个领导之下，有发起了这样子一个美伊战争，然后也持续了100多天，那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落幕，就真的是能够维持的长远，而且真的能够稳定。那看起来这里面的角色之一的以色列也只能够接受。不过我必须要讲是这一次的一个伤疤，如果确定能够在6月19号来弭平，可是已经创下的伤，真的能够这样子就愈合，能够船过水无痕吗？我个人是相对还是比较焦虑一点点。2个部分，第一，过去大家都一直在讨论是说有没有可能转而没有国与国之间的攻击，但是演变成世界蔓延的所谓孤狼攻击或是恐怖攻击，未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可能会变得更加动荡或是更加的不安。这一点我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真的很诚挚的拜托各国政府，尤其是反恐攻单位，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第二，这比较实际可能就会遇到的，就是现在上礼拜我有讲到世界杯足球赛正在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开打，而伊朗跟美国都有参赛，更有人把那个赛程表拿出来啊。美国那个小组，如果说他是以小组第2名晋级，伊朗是以他那个小组第2名晋级的话，他们2队会在首轮碰面。到时候美国跟伊朗会在世界杯足球赛赛场上碰面见真章，而到时候全场的观众会怎么样的欢呼，以及怎么样的表达，还有就是说会不会因此而发生球迷之间的一些冲突，不得而知。但足球之神会不会开这个玩笑，我们不知道。但我真的希望这一次的和平协议赶快签订，就真的能够往和平的方向继续走。
那是吧，兄？这两个真的签，应该6月19号会签，但签完了就永久和平吗？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那我先想一下，他们为什么要签啊？那大家的很多的看法是说，先讲一下这个川普总统说，过去美国总统都做不到的，他是喜欢这种好大事的说，你看过去4个总统，包括他自己在内，4个总统都没有处理过。可是你把它仔细看一下历史是什么？过去的美国总统没有真正的到伊朗去像他这样子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轰炸，没有。过去去只有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为人质的问题，要卡特的时候人质的问题，或者第二个为了航道石油的安全，是这个，就是他那个范围很窄的，非常小的，比如说你拯救人质，这个范围很小。不像他这种是大规模，所以大规模去轰炸，大规模老实讲，就突然的去侵略这个伊朗，他是第一个啊，他还跟人家比，我觉得这个比是不伦不类的了，这是第一点想要来提的。第二点，这个以色列会甘愿吗？纳坦雅胡他自己有官司，你现在一签了，停摆了，他没有戏可以唱，他可能就面对司法。他会这样子静静的接受吗？那这里面因为有包括黎巴嫩，所以你不可以打黎巴嫩。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仔细的慢慢看哦，到底以色列来扮演什么角色哦？那第三个，这次看到的是包括中东的几个比较有钱的国家、亲美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啦、卡达啦，这些都非常支持啊。欧洲几个重要的国家也都非常支持，所以看起来这个情况就不错。我们就在想，伊朗被打得密密麻麻，国家被毁得一塌糊涂，死伤这么多人，然后他的核设施也被好像差不多被接近被要毁掉的样子，他的军事力量也被毁了很多。为什么他愿意接受？为什么？就是第一个，他再下去的话，他可能军事力量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第二个就是他的经济被制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他就是海外的他的资产240亿先解冻一半，这个对他来就很补了哈。第三个，其实他就希望在这一次里面跟美国就是谈好荷姆斯海峡，让他有利可图。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已经有人提到了，美国其实没有赢啊。你看实力差这么多，打了老半天，那到现在为止，你等于求着他来签这个东西。那美国主要是国内的选举，他通膨问题。最后一点我要提的是，这个川普他说要签协议，讲了38次，结果都没有兑现。这次39次，我们希望他兑现。就战争啊，这次美国本来是该赢啊，其实看起来也没赢了。伊朗是本来应该输的，也没输。哦，大概情况这样，伊朗也不能说伊朗赢了，但是呢，伊朗有没有输呢？好像也没输。那美国照理讲应该大赢的，第一天就斩首人家49个领袖，结果搞了半天拖了4个多月，结果呢，这个结果呢还被媒体呢这个讥笑，说他没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在办海峡论坛哈，民进党说以前是中央官员不能去，这次呢地方的首长也不能去，县市长都不可以去哦。结果呢，张凌赫出现了。张凌赫出现后，哇，这个很轰动，大家眼睛一亮。张凌赫说文化能够连接两岸，他说他原来是学电机的哦。张凌赫在大学学的是电机，没想到哈，但是人生很难说嘛哈，190公分很高。那他演这个《竹玉》这个剧说红了哈，我听说之后看了一两集了，一两次翻到底怎么样子哈，因为主要那个剧很长，我大概时间比较难去看哈。那听说很多女生非常喜欢他，而且看了以后呢，女生都认为身旁的男生不够好，所以因为这个张凌赫对旁边的女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百般都是这个他旁边的女伴重要哦，女生重要，所以呢女生就很。第一个长得帅就很羡慕啊，然后呢，男生就说啊，这为什么他那么好哈？那另外呢，张凌赫说他下次要带相机到台湾来拍摄台湾的美景，而且用台语说大家好哦，所以哇，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很惊讶，希望台胞多到大陆去看看啊。其实台湾人去大陆不少的，很多人也没去过啊。另外他想来台湾，因为他是这个他的家乡有小笼包跟糖醋排骨。
哦，所以呢，他就说他到时候会带无锡的特产小笼包跟无锡的糖醋排骨跟台湾的朋友来分享啊。那另外呢，这个陈玉珍还跟他拍照哦，说呢，陈玉珍说我有邀请他到金门来表演啊，跟他合照了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张凌赫。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很高兴可以来到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用台语打招呼，小核桃们先大尖叫了。张凌赫一身灰色中山装衬衫，13号现身厦门海峡论坛大会。这一步其实迈得并不轻松，我始终相信，人生最动人的转变，永远始于鼓起勇气跨出的第一步。巧妙用自身理工科的背景跨到演员产业，为主题跨做开端，延伸到爆红的竹峪，让文化的力量跨越山河。今年我主演的竹峪也和大家见面了，收获了很多来自台湾观众的喜爱。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吴安侯直接变成了交流大使，向台湾观众喊话，多多跨国到大陆走走。演讲全程近6分钟，光是没看稿，言之有物，让网友大多给出好评。冲过来了，3、2、1，有人高，往高，3、2、1。您已偏航。没事，当然。凭借竹峪，张凌赫直闯2026首尔电视剧大赏国际竞赛单元最佳男主角。这单元被视为奖项中价值最高的个人演技奖。他也是全球352部参赛作品唯一入选的华人男演员，将在10月18号颁奖，再受国际瞩目。永平有看吧？这个张凌赫哦，出现在海峡论坛哦，他是出现在哪一个环节呢？是海峡论坛，它不是都有一个主要的论坛，然后大家在那边那个演说吗？那其实今年大陆真的，就我的观点已经相当创新。他今年哦，那个政治性的宣传哦，都排很少，就是过个场。他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那个台湾人在大陆发展的那几个现身说法，尤其是有一个这个台湾的孩子，他去这个一路高材生去读了 MIT， 然后呢做那个生物科技 DNA 的研究，就跑到这个在 MIT 找到合伙人，一起到中国大陆去新药研究，结果就用 AI 呢，成功的结合了那个新药的研究，然后他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司的 CEO， 就短短的几年间那这个想法呢，他的分享相当的动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英式橄榄球的教练老师当时带领台湾的球队呢赢得全世界第2名，可是他也到大陆去发展也做了很多他相关的分享。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有创新，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表演节目的部分。那过去海峡论坛他论坛完他都会有表演节目，以前表演节目如果有来艺人的话呢，都是台湾艺人也是真的这个很有名的明星。可是呢，你这一次从张凌赫来，就完全可以看出来，即便连那个带话题、带流量影视产业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两岸的消长也蛮明显的。因为台湾的明星在大陆还是非常红、非常有名，可他们年纪都大了。那现在新出来的就大陆讲的那个什么小花啦，女生就叫做小花，男的那个顶流星的20几岁的呢，都没有台湾的，都是大陆的。所以现在刚好呢，最红的两岸目前最红的，而且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竹峪的张鹤龄。当然，他当时这个张凌赫当时呢，他会那么红在大陆，其实大陆跟台湾都一样，你要有争议才会红。那时候在大陆的争议呢，是他被讲为说粉底液将军，意思就是说将军怎么可以长得这种小白脸他是有人去批评说大陆现在的这个把很严肃的这个战争题材呢，把它也偶像剧化了。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反而使得张凌赫更红。那张凌赫讲真的
他呢不但在那边表演讲他的生长背景呢，他还用台语、闽南语跟大家打招呼，打给贺然后呢，整个讲的，我觉得因为他的口音各方面我觉得台湾人为什么非常能接受，因为你完全就是如果说他是台湾长大的孩子，大家一定也相信。就是他不是吗？他不是啊，他就无锡的嘛。到底为什么？对他不是因为他的口音完全没有那种大家觉得那个央视的那种口音，完全没有。可他也不是说这个讲国语不标准，也不是。但是他讲话的那种模式，就跟台湾现在的年轻人讲话的模式然后那个样子各方面就非常的像。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这个海峡论坛呢，如果用一个大陆他们喜欢用的词，就是他们现在整体设计有走心呐。他不像以前一样，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老的套路然后就弄什么的等等那你台湾人去的，你反正该接受什么就接受什么，没有。我觉得他们现在呢有很明显的在走心，就去考虑说，你台湾人能接受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明星？那个。张凌赫在里头有讲一个愿望，他说他希望以后两岸的同胞呢都可以看同一个剧，追同一个星，听同一个歌，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大陆慢慢在改变的一个方向。其实我想张凌赫的这个武安侯的这个角色，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的姐妹们都非常喜欢啦。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得出来，海峡论坛他们其实把软实力这一块变成是沟通的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真的要注意的地方是，原来我们开始慢慢在被软实力的这一块，大家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这个部分其实是中国大陆他们有嗅到的一个警讯，所以他们会开始慢慢转换他们的模式。可以过往看到海峡论坛可能都是鼓掌拍手或者是怎么样比较制式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慢慢在转变了。那同时间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我看他的主题好像叫做跨嘛，他从他的电机理工男，然后跨界到演艺圈，然后同时间又说他要跨海来台湾，要带小笼包跟糖醋排骨。这边我可能要跟张凌赫呼吁一下肉制品是不能带进台湾的所以你的想象，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宣导，但是还是要顾虑一下我们这国境之间的一些限制啦。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文化是不是真的能够连接所谓的两岸来去软实力互相竞争这一块，我必须说台湾也绝对不亚于所谓就是中国大陆的相关的戏剧，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大概在10年前左右，台湾的剧组人才是大批的被挖去中国大陆来去经营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台湾人真的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软实力绝对会不亚于所谓的中国大陆。我觉得两边如果可以是良性的竞争，互相来去比拼我们的软实力的文化内容，那但是要注意的，刚刚其实永平就有讲到一个，以前他们现在中国大陆那边叫什么95花。哪一个年代的一些顶流明星，这个中间的断层，台湾是不是少了这一块？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民歌时期或者是华语流行，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台湾好像就是蔡依林、周杰伦，但是后起之秀似乎好像还没有办法撼动到中国大陆，让他们很喜欢台湾的歌星。所以在这一块，台湾的警讯要注意了，我们的软实力是不是有慢慢的在消长？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努力加油，不要被软实力给打败。孟凯刚刚说没有看到陈玉珍这样小鸟依人的样子，从来没有看到，一凡好凶悍有没有？像个战舰一样好，那么饶庆林台东县长，他因为不准他去嘛，但台东县因为世家什么，他们想要找市场所以他就录个影，所以这样也不行，所以叫做配合统战，要依法查处，这是蛮无聊的。我录影去配合什么统战？而且录影去你怎么统战我呢？我人也没去，你也不可能统战嘛。我对不对？至少我把我的我的态度、我的意见表达清楚，有什么不对呢？这个也不行，录影去也不行。那你如果录影去不行，当然就讲清楚所以人不能去，声音也不能去，你也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就是可以嘛，对不对？你命令没有规定就是可以嘛，好不好？因为民进党是这样讲的庄瑞雄是说，台湾农产品不是经济议题，是统战议题。如果这样扩大解释，当然你也不能说它不对，它本来就是政治嘛，它一定任何事都跟政治有关了。那你川普今天所有的什么关税什么，完全是经济议题吗？它不是政治议题吗？如果这样的话，民进党政府真的有本事，干脆讲，我去年赚了大陆1000亿美金的顺差，通通不要，通通统战，
不是统战吗？农产品这么一点的小钱，你都跟他计较那么一大，而且去年1000亿美金也是少的咯，以前都1500、2000亿美金了，我们赚大陆的钱了，你可以说都是统战了，通通不可以，台商的钱通通不可以汇回来，哦，那如果说你的标准是这样子的话，那另外的大陆的智库哦，这个朱卫东很有名的哦，台研所的所长说呢，要不统而统。什么叫不统而统？就是呢，避免统一急躁症，避免，但是呢，也不能够这个被动坐等。换句话说，不能急，但是也不能呢都不作为。但是我觉得光他能提出来，不要急，我觉得就蛮好的。很多事情就急不得嘛，你怎么急呢？慢慢，大家各自发展嘛。我常常讲，两岸之间要互相尊重啦。哦，就大陆也必须要尊重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我们孙中山先生，你们讲的革命先行者，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38年成立嘛，这是一个事实，你不能否认，是历史啊。所以民进党要去说中华民国台湾啊，台湾是笨的，我就用中华民国，你不能否认嘛。你用中华民国台湾，那是什么？没有这个名称，国民就叫中华民国。所以大陆必须要尊重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制度，本来就不一样啊，对不对？然后大家各自去发展嘛。那台湾我觉得也要尊重大陆他自己的这个经济的成果，大陆的经济成果，交通建设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去年外销赚了1兆美元以上，哎，我们赚了大概1000亿、2000亿就觉得很得意，他赚了1兆，你不能不否认他，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嘛。所以我觉得彼此尊重各自的长处哦，但是我们明了你的短处，比如说你的不够民主，言论不够自由，不能开放这个主党。哦，不能够这个真正的哦，这个贯彻这个所谓这个定期改选，他都没有啊，哦，那这点我们不同意。但是他的确是有经济成就，你也不能完全否认他，但是你也必须要尊重我啊。所以双方如果能够互相尊重，甚至将来呢，刚刚也提到强联手，你的长处跟我的长处，他联手，然后来征服世界，来这个进行这个赚世界的钱，不是很好吗？就然后你否认我。我否认你，有什么意思呢？休息再回来。